我是阿狸。由于老黄今年把显卡产能all in专业卡，但碰巧的是2025是游戏大年，很多又是居家办公时期开发的，优化一言难尽，导致黄牛猖獗，产品几乎在闲鱼加价首发。更离谱的是，某些显卡被尬吹后，直接从甜品涨成了黄金糕。只能说人熏不人，资疯不疯，数值联手，以玩家为刍狗。就算加钱买了硬件，还有游戏不优化这一关等着你呢。所以今天咱们就直击第一季度私信被问炸的3大游戏：怪猎荒野、天国拯救2、双影奇境，手把手教大家用现有设备炸出极限性能。而此次测试的显卡为1050 钛、1060、1660 Super、1070、2060、2060 Super、2070、8080 钛、RX 580、6600、6750 GRE、3060、7080、90、4060、60钛、7080、90、7800 XT、7900 GRE、XT、全系50系、全系9000系、蓝极锐炫 B580、A770 以及主流轻薄本、游戏本运转机。首先是好评如潮的天国2和双影奇境。老爷机、轻薄本，甚至是运转机用户来说都可以放心购买，均可以通过合理的设置获得不错的画质和帧数。虽然很多玩家对 CE3 虚幻五引擎的游戏印象是普遍优化不好，但双影奇境的开发商聪明地规避了日益无中不好优化的 Namai。战马工作室呢，也因为通过前代积累，把 CE3 用的活灵活现，且特效排除法对这2个游戏非常奏效。其中天国2的4大性能黑洞依次是物体质量、全局照明、阴影植被，只需要降低4项开 FSR， 帧数直接起飞。我们以凹进掌机为例，这样的设置后，卧槽，直接60帧，这可是和显呀！而作为独显的1060就更加轻松了，甚至还可以拉高点特效。这是1060优化前，这是调优设置后。至于3060、4060，咱就别1080p 了，自信点。4K 来一套1080p 2K 显示器，可以开虚拟分辨率即可解锁 4K， 只需要降低这4项，将 DLSS 模型选最新，开 DLSS 性能即可。这是3060优化前，这是优化后。而光栅更高的4070这一档 4K 只需要将这3项降至高，其余实验性即可。这是4070 Super 优化前，这是优化后。再往上走，几乎不用降低特效，甚至可以用虚拟分辨率把 4K 显示器变 5K， 就问你清晰度爆不爆炸？而双影奇境的魔王选项是后期处理阴影着色器，着色器这项会影响远处的云雾和金属质感，只要不拉最低，就不会特别影响画质。我们以1060为例， 1080p 3项开中，选质量档 FSR 即可。这是1060默认全特效，这是优化后。老爷机、轻薄本、运转机用这一套，直接60帧，嘎嘎流畅。同样的，双影不吃显存，所以3060、4060用这2套即可畅玩 4K， 4070以上则直接原声起飞，而4090就直接 5K 超采样，配合超分是真的画质帧数全都要。不过双影配置要求最高的不是硬件，而是接下来的怪物猎人荒野嘛。游戏很上头，好玩的没话说，但为啥有那么多的差评？我想需要卡普空找找自身的原因了。虽说官方承认 RE 引擎不适合开发大场景，但不仅没给荒野升级引擎，还搞双加密。PC 版几乎把优化压在了真实城和超分。当你把整体预设拉高吧，超分会自动变成质量档，低预设就跳性能。如果禁用超分，最高和最低只差10多帧。可能是担心玩家不会主动开超分吧，于是贴心的搞了3页画质选项，让主流用户放弃排查，只能无脑全拉低来启动性能超分。也因双加密，帧数过高就会掉 low 帧，产生顿卡，实测稳60到80帧会比100蓝帧波动更为流畅。也因荒野的 SDR 映射有问题，某些季节雾气太浓，导致画面发灰。目前有玩家会选择关闭体积雾，但没雾呢又损失层次感，
个人更推荐开 HDR 或者 N 卡滤镜。我也花了大量时间暴力实测多台显示器，测出了一个适合主流屏幕多数场景的滤镜参数。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参考一下。除了灰，还有糊，高清材质也没用，4K 关 DLSS 也糊。万幸的是，这次我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特效，钻了空子。这是荒野 4K 原声全特效，这是阿狸调参。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入门卡能够正常的游玩，中端卡能够在保证流畅帧数的同时，超过原生分辨率的锐度。旗舰卡呢，能够获得离线渲染级画质，远超 PS5 Pro 的画面表现，做到画质帧数全都要，并且不打 mod， 不折腾，就用自带的设置。你们觉得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当然可以。荒野湖的祸首是 TAA， 只要关闭抗锯齿，瞬间就不同了。而目前性价比最高的抗锯齿是什么？我认为是 DLAA。 荒野这次也留了一个不起眼但能暴力成算的渲染倍率，漏洞是能和 DLAA 叠加使用，损失的帧率可以用拼好帧来找回。如果你的显卡在4070 Ti 以上，那么恭喜你，可以见到荒野真正的满血画质。我们以 5090D 为例，只需要将倍率拉130到150，开 DLAA 和帧生成即可。这是 5090D 默认 4K 全特效，这是阿狸优化。因实际等同暴力成算至 6K， 所以无论是静态还是动态都吊打原生 4K。 而4090可以尝试拉120到130，效果同样的炸裂。4080、5080用户也相信我，和之前玩的不是一个游戏。至于4070 Ti 这一档，虽然没有大显存成算哈，但是有 DLAA 呀，只需要规避吃显存的特效，开启帧生成即可。这是4070 Super 原生 4K， 这是阿狸调参。而中高端 A 卡可以选用 FSR Native AA， 这是7800XT 4K 全特效，这是阿狸优化加 Reshade 滤镜。如果你的显示器支持 HDR， A 卡就不用挂 Reshade 来，多此一举。Native AA 支持游戏内置锐化，只需要将锐化拉至 0.75 就可以媲美 N 卡锐化滤镜。而显存更大的 7900XT/3090 可以一个特效都不降，用 Native AA。显存超10G 的甜品卡，我个人非常建议上 4K。相信我 ，4K 即使用性能超分也比 2K 强。这是6750 GRE 优化前，这是阿狸 4K 调参。而4060本来是能够调参后上 4K 的，但 4K 刚好就差那么1到2G 显存。既然咱不如这些大哥有先天优势，那咱就靠后天努力。困于 2K， 咱们就做 2K 的上位吧。2K 以下比较推荐 N 卡在这里换超分模型，设置超这一套即可。这是4060原生 2K， 这是优化后。而显存更大的 B580， 虽然咱没有 DLSS 吧，但显存大呀。2K 超4060这一套， 4K 超8060S 这一套。如果你更注重帧数，那就 2K； 注重画质呢，那就 4K。屏幕前用 B580的观众觉得可以接受吗？3060超这一套即可畅游 2K。至于被卡表列为最低名单的1660 Super 2060，虽然高端卡降特效对帧数影响不大，但蚊子腿儿也是肉呀，就当给真生成争取样本。这是1660 Super 720P 全特效，这是 1080P 优化后。因为荒野有硬件显存需求，低于6G 就不太推荐入手荒野了。如果你没有看到自己的显卡，可以搜索一下显卡天梯图。以笔记本为例
我手里这台4090 ROG 枪神超劲 ，GPU 接近桌面的3090，所以就抄3090这一套。2.5K 平把渲染倍率拉130到140，就可以获得接近4K 的精细度。4080枪神 GPU 性能接近3080实际，但显存更大，所以抄这一套。而笔记本的4070接近4060 Ti，但受限8G 显存，所以建议用4060方案。以我这一台4070版的暗影精灵为例，抄这一套即可畅玩 2K。如果你认为配置优化这档节目对你很有帮助的话，记得点播关注哦。我写的推荐单每次都是进行手动调单的，测试量巨大，只求各位能够一键3连。而下期优化，大家最想看到以下哪个游戏呢？节目的最后，我也想说，虽然我们能够通过所学所知来调出适合自己的设置，但这绝对不是厂家摆烂不优化的理由。我们升级硬件的本意是为了体验次时代，而不是掉入画面不进步、需求却一涨再涨的消费陷阱。目前有的玩家已经被硬件游戏厂商训出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许未来我们吐槽某款游戏优化全靠真生成时，会有维护者说改真为替乃是趋势，上利厂商，下利玩家。我就不明白了，这天大的好事，为啥你们这些穷逼遗老就是不乐意啊？还聚众差评。最后，我也想劝诫游戏大厂，尤其是希望获得认可的博单大作，千万不要让硬件门槛、优化问题成为阻碍优秀游戏好评如潮的唯一障碍。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啦！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播关注哦。最后，祝您身体健康，再见。